大家发现我开场设计的小彩蛋了吗？没错啊，我去致敬了一下大师兄拍这辆车的一些镜头。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也是我本年度比较期待的一款新车——小鹏的旗舰大6座 SUV 小鹏的 GX。这辆车的一个定位呢是叫做新科技旗舰，也就是说小鹏啊目前把它的看家本领全都拿出来了，从设计到空間，从智驾到座舱。那今天我们一起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一次新车呢，一共是有5种的外观颜色。我们这一款呢是叫做云墨金，它整体呢是这种哑光的材质啊。那这5款颜色，你们更喜歡哪一個呢？那接下來我們來報一下它的一個車身數據。車長呢5.26米，寬度呢接近2米，高度1.8米，軸距達到了3.11米。其實從體量感來說的話，它是比目前市面上的這種大型的 SUV 呢，就看起來會更大一些啊。那可能大家就會覺得，你看，就是那麼大的一台車，會不會看起來笨笨的？那其實這輛車它在一些設計上面也是下了功夫的。等會兒我們到後面去看一下。這一次呢，這個車標呢也是升級成了24K 的這種陶瓷的一個金標。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輛車的一個整體的設計，它前機艙蓋呢是使用的這種棒式的機艙蓋，就是相對啊這個面積也是同級當中呢是比較大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它下方啊一直延伸到了這個後視鏡的底座這一下邊。那這種設計呢還有2個好處，第一個就是看上去嘛比較的簡潔，然後比較大氣。第二個呢，這輛車沒有多餘的一些接縫和線條。我們再來看車身側面的設計啊，它是汲取了遊艇的設計靈感，可以看到貫穿前後的這個腰線呢，把5.2米的大車就是拉出了一種流動感啊，是不是還挺好看的？而且呢，這一塊玻璃的面積呢也是同級最大的，它是使用的隱藏式水切的工藝。你看水切條呢是完全藏在了門框裡面的，車窗與這個車門呢是完全齊平的。那這樣設計也是有幾個好處的。首先第一個啊，你看整體看上去非常的簡潔，而且呢，它的這種側向的一個視野會非常的開闊。那第三個呢，也就是它的風阻係數了。這輛車的一個風阻係數呢是0.255，是不是相對同期來說也算是很低的？燈光也是這一次 GX 的一大亮點，它的前貫穿燈呢裡面是使用了340顆 LED 的光源，後貫穿尾燈呢是使用的380顆 LED 的光源，就是前後尾燈的這個設計啊還是相呼應的。然後其實我這一次重點想要聊的就是它這一次呢是搭載的這個 AI 的數字投影大燈，它是使用的華為的 DLP 的這個技術啊。除了說日常的進行交互，以及說投影光彈啊，包括說露營的這種燈效之外呢，我覺得這一次有一個升級點是它的一個安全方面，比如說在夜晚的時候 AI 識別到對向車輛，它會去屏蔽啊這輛車周圍的一些燈光，就是周圍呢是遠光燈啊，然後照射到對向車道呢是近光燈，也就是說不需要你去頻繁的切換遠近光燈。而且呢，比如說你車輛發生了一些安全隱患的話，它就會靠邊停車，並且呢它也會在那個路面上投射出這個求救的一些信號。輪毂呢是使用的22英寸的多輻條的輪毂啊，中間的這個標呢是使用的懸浮設計，就是輪子在動啊，這個中間的標不動。然後它前輪胎的這個規格呢是26540R22的，後輪胎呢是達到了285，是使用的這種鴛鴦胎的一個布局。
智驾層面呢，也是小鹏的看家本領啊。那作为旗舰车型，这一次呢也是搭载了4颗图灵 AI 芯片，总算力达到了3000 TOPS， 也是目前的量产车当中算力最强的。而且啊，就是官方也是说把这个 Robotaxi 的能力就下放了嘛，也是为这个 L4级去进行预埋。也就是说，未来几年的话，软件不断升级，那硬件呢也不会拖后腿啊。而且我觉得作为旗舰车型的话，这个软件层面的能力，我觉得也会上限更高。小鹏 GX 的4个车门都是电动门，而且呢是使用的这种电动伸缩的一个設計，就是你看有電的時候呢，對，我可以通過這個按鍵來開啟，沒電的話呢，你也可以通過這個機械的設計去進行開門。組合起來呢，車內外一共是有10種的開門方式的。我重點想要體驗的就是它的車外開門，它車外呢是有這個6個麥克風的，基本上啊4個車門都可以通過車外語音來進行開啟。你好，小 P， 打開車門。你看，我就可以非常優雅的進入到車內了。這次還有一個對愛車人士特別友好的功能是什麼？防摔門啊！比如說，有時候上下車的人不太注意啊，就是開門力度，比如非常重的，你看，它都可以非常輕巧的合上。內飾顏色的話呢，一共是有3種。我們這一款呢是叫做鉑金棕，就相比於那種很亮的那種棕色啊、橙色啊，我覺得這個顏色相對來說會比較克制一點啊。然後再來的話，它車內的一些材料，比如說你看這一塊呢都是真皮的，然後包括呢它這一塊也是有這種金屬的一個搭配。那坐進車內，我覺得小鵬 GX 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整輛車呢會比較的規整，然後呢相對來說比較的輕盈，沒有特別過多就是複雜的一些設計的。這塊中控屏呢是17.3英寸的3K 的屏幕，而且呢可以看到它的真的是這塊屏幕非常的薄啊，這個邊框呢只有6毫米，是基本上接近於這個全面屏的一個設計了。然後再來的話，前方呢是88英寸的 AR HUD， 就是這個顯示的信息就非常的完整了。之前我們也體驗過，小鵬的不少車型啊都是有的，而且呢就是可以準確的告訴大家也是非常好用的。然後這一塊儀表屏幕呢是8.8英寸，相對來說就會比較的小巧一點。然後但是呢關鍵的信息呢它也是有顯示的。這一塊中島的設計呢它是做了懸浮式的一個設計啊，你看要用的時候它就會自動的下降，不用的時候就自動上升嘛。然後這兩個呢也是升降式的一個背托，那對於這樣的一個設計，消費者們會喜歡嗎？在我個人來說確實還是挺新穎的啊。然後下方這個面積也挺大的，我感覺放下比如說我稍微大一點的一些包啊那些啊，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這輛車的氛圍燈呢是分了3層的，首先呢頭頂上方是這一圈的這個環繞式的一個燈帶啊，就是整體的光線是比較柔和的。然後第2層呢就是門板上方這種皮革，大家看啊，就是不知道會不會以為是打孔的設計，並沒有，它這個光呢是通過這個皮革透出來的。那第3層呢就是足燈，就是3層的氛圍燈呢進行了疊加。空調呢有這樣幾個數據可以分享給你們，比如說在零下20度的天氣下的時候，10分鐘呢車內就可以升溫38度。如果說在60度的這種酷暑的天氣下面呢，也是10分鐘呢就可以降溫31度。而且呢它的這個風呢據說是那種柔風啊，吹出來呢是那種散的，而且是不會對着人吹的。我們再來看它的冰箱，你看中控上方啊，它這裡給你加了一個小的置物架的，對，你手提起來。比如說2排的藍牙遙控器，我們就可以放在這個位置，也不用擔心這個到處丟了啊。這個冰箱呢是採用的上下雙層的一個設計，上層呢也可以放2瓶這種200毫升的可樂，那下層的這個容積可就更大了啊，達到了12.5升，基本上這種容積的可樂能放下了30多瓶。它的這個溫度呢是支持零下6度到50度的溫度調節的。然後除了說前排啊，你看可以通過中控來進行打開之外呢，它後排呢也是有電動的這個開啟按鍵的，就是1排、2排基本上使用冰箱的話都是非常方便的。後排呢它是配備了一塊21.4英寸的3K 的娛樂屏幕，而且呢它的屏幕角度你是可以在這塊屏幕的這個設置裡面去進行調的，它是支持0到75度的無極調節，就不管是你是坐着還是說把零重力座椅放倒躺着啊觀看的這個角度都還是很不錯的。這塊玻璃值得重點講一下，這一次呢也是小鵬的首次創新啊，它是使用的 AI 調光隱私玻璃，就是這塊玻璃它有幾個亮點。首先第一個帶大家看一眼啊，
看到没？基本上一眨眼的时间，你看就可以由这个极亮变到极暗。它官方数据呢是说可以隔绝99.99%的这个紫外线和热度啊。然后第三个就是 AI 的自适应调节，比如说你车开出地库的时候遇到强光，对，它就一键的就调暗了。然后当然啊，这个按键呢，它就给你设置在这个座椅的车窗前面的这两个按键，然后右边的这个按键是可以调我自己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隐私玻璃的，左边的这个按键呢特别贴心啊，它是可以调这个2、3排4个车窗的一键隐私模式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放置的位置也特別的合理啊，是在车窗前邊，就是基本上你手要伸進去才能夠調的。然後呢，也防止啊，就是老人小孩去誤操作。實不相瞞啊，我剛剛換這個裙子那些都是在這個2排完成的，基本上就調了這個隱私模式之後呢，是外面什麼都看不清楚的。全車呢是使用的2+2+2的座椅布局，然後它的座椅材質啊都是這種納帕的真皮，前排和2排的座椅都是支持座椅加熱、通風和按摩的，3排座椅呢是支持3檔的座椅加熱，而且啊這輛車一共是有3個零重力座椅的，副駕呢就是標準的女王零重力座椅啊，它也是帶腿托的，然後這個位置的零重力座椅呢，它只能夠放到一定的角度啊，可能不像我這個零重力座椅來的那麼的標準，那基本上呢，它這個腿托也是會自動的上升的。靠背的話，可能沒有那麼躺，需要你自己手動的去把它放倒。2排這個位置呢，就是尊享零重力座椅，它在側邊的這個按鍵就給你有這個一鍵，對，一鍵放倒的這個模式了。而且這個座椅呢，它有個安全細節特別好的是什麼？首先呢，對，它這個安全帶是在座椅上邊的，而且呢，它的坐墊也是集成了安全氣囊的，也就是說，在發生碰撞的時候，對這一塊呢，能更好的去約束你，防止你人滑下去。而且這個車呢，它在行駛的過程當中，零重力座椅也是能夠展開使用的。那之前在那個 X9上面，就我們也已經去體驗過了。中間通道的這個距離是180毫米，我剛剛穿着高跟鞋也沒有特別狼狽的走進來，這個空間距離還是不錯的。而且呢，它這兩個扶手都是手動式的扶手，因為現在你確實要考慮到家庭使用性的話，這種扶手就是要比固定式的扶手要好用啊。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第3排，我個人是覺得也是 GX 與同級拉開差距的一個地方。首先就是它的這個頭枕以及它的靠背是支持無級調節的。而且呢，它的這個3排是完全可以躺得很平的啊，就基本上現在同級是沒有能夠做到3排純平的一個狀態的。3排座椅的靠背和坐墊呢，也是支持3檔的座椅加熱的。我現在穿了高跟鞋，基本上這個身高都是直逼180了，我就是坐在3排的這個感受，你也不會覺得說特別的憋屈，有坐小板凳的感覺。我個人覺得這個3排並不是那種應急座，3排不是這一塊也是這個隱私玻璃嘛，它在這個上面也是給你配有了這個按鍵的，對，直接一鍵就變隱私玻璃了。基本上像這種尺寸的車，你上車之後呢，對吧？車門開口會比較大，這邊呢也有開關門的按鍵啊，而且呢，2排也是配了這種手動的遮陽簾的。上方的這個呢是使用的 X9上面的同款的 AI 的閱讀燈，它是可以進行角度的調節的，而且呢，據說不會傷害眼睛。比如說你需要在車上辦公，或者說看書那些的話，也不用擔心了。好，接着我們來看這輛車的一個後備箱，它基礎容積呢是673升，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那麼深的一個下槽空間，是不是都已經想到了？沒錯啊，這輛車呢是跟 X9一樣的，是有魔術空間的。也就是說，你看啊，它的這個容積呢，相比於同級的6座 SUV，它的優勢在哪裡？如果說你滿載6人出行，基本上每個人都能帶一個24寸的箱子放在這個地方，而且它的3排座是支持50:50的比例放倒的，就是3排既可以就是靠背躺得非常平，成一個床，還可以進行翻折。你看，比如說我們5人出行的話，就可以放倒單邊。你看放上單邊的話呢，它能夠放下5個高爾夫包。如果說你是4人出行的話呢，3排座椅全部放平呢，可以放上3輛的這個自行車。而且小鵬商場呢也是有這個自行車的固定支架的，大家都可以去進行購買。後備箱的一些配置可以看到啊。對，這輛車也是帶空懸的，有便捷載物的功能。這兩個按鍵呢，就是3排座椅的一鍵折疊和一鍵的翻折的。然後2個照明燈左右都有。然
然後这個呢，它這兒特別貼心，有時候可能会覺得，比如說小孩啊，需要在後備箱放個東西，你看那麼高，對吧？它也不太方便。那在這個位置，它是有一個關閉按鍵的，這裡小掛鈎，以及12伏的180瓦的電源的接口，就是基礎的配置基本上都有啊。最後說動力，小鹏 GX 呢，它是這個有增程和純電双動力的版本啊。它的增程版呢是配的63度的電池 ，CLTC 的純電續航呢是達到了430公里，滿油滿電的綜合續航呢是1500公里。那關於純電版的具體的參數啊，那我們就要等官方的一個數據了。其實可以看到增程版的數據都已經擺在這兒了，我覺得純電版啊也不會差到哪兒去。看完實車，我覺得小鵬 GX 呢是沒有明顯的短板的，你像是智駕和空間呢是它的2個長項，但是今年啊這個6座的 SUV 確實捲得太厲害了，所以這輛車能不能成為爆款呢？我覺得最終還是要看它的定價了。